子第一次来到这种盛况啊，不知道坐哪里。我非常希望我们 HDR 的功能，好不好？不论是画质哈，或是动态范围哦，或者是颜色，通通都吊打我。全部通通录的东西，全部通通都变成120帧版动作，天哪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单车小D。今天是我们2024的9月4号，什么大日子呢？就是我们 GoPro 12的发表会，没错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人超级多，世界无敌多。好 ，Anyway 呢，就是现在先找到我的旧定位，应该是个角落吧。那我们就去看看，这辈子第一次来到这种盛况啊，不知道坐哪里。当然坐第一排，为什么不坐？我可以坐第一排。漂亮的一局，后方2区自由入座啊，后方2区啊，后方2区，好，坐后方。我很想坐前面的位置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拍摄最前面就会好嘛。可是刚刚去就发现，那个等级好像不太一样，好像不是我能坐的，哈哈。跟你们讲一下有什么好看的东西。然后来到这边呢，一开始进来就会拿到什么？会拿到这个。好，一打开会不会是废物呢？你知道有时候拿到那种礼包，有时候会是废物。好，这个，就这样。是我们的 GoPro 的帽子哦，所以其实是真的还不错。好，再来还有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的 GoPro 啦，应该不是吧？等一下哦，好，也不错。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就是杯子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拿到了礼物嘛，那等等就去闻闻看我们的 GoPro 12有多香。那为什么来到这边呢？当然是要跟你们去介绍一下我们 GoPro 12有多香。因为啊，来回顾一下我们1个月前右边这一台 Action 4的发表，那可说是非常的香。因为比较起就是去年 Action 3、Action 4确实是进步很多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 GoPro 12对比一下我们去年的 GoPro 11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突破。我非常的期待，就让我许愿一下好了。我非常希望我们 HDR 的功能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因为 HDR 真的非常的棒。那特别在我有时候骑脚踏车拍那种黄昏日出的时候，真的非常的好用。大家记得吗？去年的 GoPro Hero 11的时候，可真的是掀起了我们的一大旋风，就是真的是不论是画质哈，或是动态范围或者是颜色，通通都吊打我们当时的一个我们动态的运动摄影机。所以今天小弟也非常的期待能够来到这边，看看我们 GoPro 12会不会有我们新的突破啦，好不好？就没塞到亏哦。好，不过今年8月2号啊，就上个月，然后我们 Action 4发布了，那它整个大跃进的是什么？是它的那个感光元件变大颗，变成1.1/3哦，那相对就是在我们的暗部就会更加的清晰。那我真的也非常期待我们今年 GoPro 12会不会给我们就是更大亮眼的景象呢？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，Go！在那个他们快拆台前就是跟大家做一个总结。今天啊，看起来 GoPro Hero 12啊有新增几个功能，分别是4K 的 HDR 的高动态的范围，例如说什么夕阳、日出，像我们常常不是去骑车夕阳日出的时候吗？这个时候就是有 HDR 的话，它就可以让那个渐层更明显，不会让白色的地方，例如说蓝天过曝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。在第二个的话 ，GoPro Hero 12新增了9:16的这样子的拍摄比例哦。好，那再来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Hyper View， 大家不是想说GoPro Hero 11有 Hyper View 嘛？对，那他们这一次今年呢，他们有提供终极个人视角，就是170度。虽然说这个170度它需要搭配我们 Max More 2的镜头。再的话呢，它有一个专业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有时间码的同步。你4个镜头同时拍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就是同时帮你对好时间，你就不用再去对时间轴了嘛，对不对？它就4个 GoPro， 它4个都帮你对好。那你在剪辑方面，其实对于后置其实是相对蛮方便的啦。好，连接它可以直接用像是蓝牙耳机直接连接，
好，你就可以跟他说哦，关机或是开机或是怎么样调整，我觉得这个都是蛮棒的，你就可以远端去遥控 GoPro。好，那这次外形唯一调整就2个 GoPro 尾端底部的地方多了一个1/4的一个螺纹，好，然后方便你未来可以去装一个神秘的东西，这个神秘的东西自拍杆，好，是非常的棒的，可以就是敬请期待，到时候我们10月的开箱。好，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一次的 GoPro， 其实它之前都是黑色的嘛，这次没有，这次有点蓝色迷彩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触感是很好，它不是一般塑胶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那种微微软软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就是新颖的设计啊，因为你看我们 GoPro 黑色黑了几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。那在续航的部分，其实这次一样是 Endurance 的电池，就是中文叫做低温长效电池，这次也是一样的哈。不过他们说，因为他们拿掉了就是一些像是 GPS 系统，你不会用到的，现在比较少用到的系统，所以它相对它的那个电池，它的续航能力会更好。最重要的是费用，狼 K 啊，我觉得这次的费用哈，来。先讲一下我们 GoPro Hero 11的费用哈，它台湾定价当时是17500，好，那套装组不是有的没的，套装组是24900。我们的 GoPro 12目前它是费用是多少呢？是14900元呢，在15000以内。套装的话它是22400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我以为会更贵，结果竟然比 GoPro Hero 11还便宜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针对就是这一次更新的一个部分，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更新，例如说什么 Hyper Smooth 6.0啊，因为原本是5.0嘛。好，我觉得当这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在拍摄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需要蛮厚脸皮的啦。大家都没有出片压力，是不是？这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在拍摄，还是我真的进度太慢？因为刚刚跟就是Eva还有那个 Cindy 哦，就是遇到了，觉得天哪，刚刚害 Cindy 她竟然抽到了就是。GoPro 12而且还是那种创作者版，就是2万多那个款式。嗨 ，Cindy， 你也太幸运了吧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可以借我玩玩吗？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的一个心得好了，就是我刚刚其实有在使用 GoPro 12，最让我在意的2个点，其中一个就是它所谓的 Hyper View， 因为其实我本人我其实也是 GoPro 爱好者，我有 GoPro 9。10对 GoPro Hero 11，好，这个我都是有。那我在使用 GoPro Hero 11的 Hyper View 的时候，它那个变形，我觉得它广角变形变得太多了，所以会变成说我在骑车的时候，就是我的手很像鲁夫。对我其实很不喜欢那个画面。那更惨的是，如果我今天把我的朋友放到我的右边的时候，他应该会恨我一辈子，他就会变得更变形。今年的话，所以 GoPro 12出了嘛，那我刚刚也拿到了那个试用机，那可以看到这角度的状况，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啦。因为你看对比 Action 4，还有在对比我们的 GoPro Hero 11，其实我觉得 GoPro 12它的角度这次修的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好啦，那以上是针对我们就是 GoPro 12的广角我觉得是很棒的，我觉得是有进步啦，提供给你们喽。好，再来就是再讲一点，就是我觉得 GoPro 12它这个新品发表最让我惊艳的一点好了，其实就是它的 HDR。我很讲求，就是我拍摄的那个画质，我很希望它在大荧幕的时候，就是它可以表现得很好。那这次 GoPro 12做到了那我觉得按照我在现场拍，你看只是随手一拍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它那个绿色更绿了我竟然特别穿比较深绿色的衣服，可以看到，因为刚好草坪的后面竟然是天空，虽然说今天是那个台风天天空没有蓝色，不过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它在 HDR 的状况下，它就不会这么白曝光的感觉。这次有 HDR， 我觉得真的是拍摄者的一个福音。也希望就是到 GoPro 100这个 HDR 都一直存在。唯一一个就是中间有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的60帧没有办法在 HDR 的状况下，因为当时我就一直调，怎么样都不成功。我后来问人员，原来是它就是只能设在30帧，它不能设在60帧。当然未来或许可以，因为日新月异的关系，就有可能会成功。好，那我觉得这次 GoPro 让我 HDR 非常的满意 ，Thank you GoPro。第3个地方，我觉得一样维持 GoPro Hero 12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我觉得它的色彩自始至终我都是最喜欢 GoPro 的颜色。如果以拍人来讲，就比较有血色；拍景来讲，我就觉得比较柔和一点的感觉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啦。不过这种颜色的东西其实很主观，也很看个人，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。好，那当然啦，这次大家可能也会想说，不是有一个什么8:7，为什么我没有介绍到？
原因是8比7确实是一些创作者的福音，我也承认。可是我可能个人比较少在使用。有时候我在剪辑的时候，如果我用8比7，我之后还要去做一些裁切。那当然我知道这对创作者而言，其实某部分是好的，就多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可以，例如说哦，可能刚好卡到头，他们8比7上面就可以再让它就是往上移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多一点空间让你去截取。所以这个8比7，我觉得不是说它不好，真的是因为我比较不习惯使用，对，因为我目前我还是习惯拍横屏这样子，那我也比较不喜欢后续我还需要去做一些裁切的动作，所以以上大概是这样。那这次 GoPro 12也有一个还蛮棒的地方，就是正常我们在拍 GoPro 的时候，不是都会这样子正着拍吗？那 GoPro 12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，它这一次它内建，你可以把它选成就是9比16的比例，对，你就不用就是像之前还要变成这样子直角的方式去拍你的直屏了，所以我觉得比较直观啦，因为我们 GoPro 是希望给它这样用，然后你还要把它变这样子，我觉得它怪怪哦，就是手感问题，所以也是很棒的。不过啊，它还是有几点，我觉得是如果未来可以做更好的。那我先换一个角度，远离这边，因为我要讲他们坏话的时候，不能在这边，也不是坏话，就是我的一个期许，好吗？我换一个角度，昨天那间星巴克全部通通录的东西，全部通通都变成120帧慢动作，天哪！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再补录，告诉大家，我针对 GoPro Hero 12，我觉得有什么就是缺点。我觉得不是，其实应该不是缺点，应该是说就是商品嘛，没有一定100%的东西。那现在来讲一下，就是 GoPro Hero 12让我小失望的部分哦。第一个就是感光元件。那先讲一下 GoPro Hero 11好了。GoPro Hero 11它的 sensor 是1.9%。那在1个月前它的竞争对手可是我们的 Action 4。那它是上市之后呢，哇塞，它的光圈是1.3%。那当然就是在刚刚发表会前，我就很期待说，天啊，那这次的是不是可能再更小，最好是1？可惜这一次我们的就是 GoPro Hero 12，它还是维持我们的原本的1.9%哦。怎么会这样？好，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我们的电池的续航力。你知道有时候买骑单车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在做一些运动啊等等的，真的我们会很长时间的去做一个拍摄，能够让我用一颗电池能够耗最久的时间，我觉得这是最符合我的需求啦。现在就是来比较一下，就是他们的电池的续航力。那目前 GoPro Hero 12其实也是有一点进步哈。那1080 30帧的部分的话是155分钟，对比 GoPro Hero 11的话，其实是进步了40分钟哦。它的那个 GoPro Hero 12是可以60帧，它是70分钟，所以就是也是比 GoPro Hero 11就是增加了20分钟的续航。Action 4来看一下它的续航，1080 30帧的部分是180分钟，4K 60帧它是90分钟，这方面的差异怎么办？都是人家胜。好，就是第三点还是围绕在电池。大家想说，奇怪，我们 GoPro 已经变成这种就是白色的，你知道这种 Endurance 的电池还有什么好反应的？我要讲为什么这个 GoPro Hero 12电池到底为什么要充这么久？就是从0充到100，就是要充2个小时。我去日本拍摄的时候，我可能早上晚上都要拍摄。那我早上拍摄一整天完，我跟你讲，我一进饭店，我尿都不敢尿，就是立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颗电池赶快去充电。所以这会造成我们这种创作者有什么问题？我会大量去买这个 Endurance 的电池，还是这是商业手法？好，那你们成功了。那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几号？这个是13号的。我总共有这种电池13颗以上，我记得我现在应该是编号到16还是17。好，那经过了就是一整天我们 GoPro Hero 12的洗礼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GoPro 的那个演化史，就是从我们的 GoPro 11到 GoPro 12进化的过程，我会给几分？其实是蛮主观的，因为这其实就像一个许愿池嘛。你在 GoPro 11它没有东西，你希望它有，那你当然就会对它有所期望。GoPro 12有没有嘛？好，那回到正题，我会给几分？我会给的是75分。某部分是在于它的 HDR， 我觉得 HDR 真的非常棒，因为这让我在后置或是我在调整上面其
其实也给我有更多的 buffer，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。好，那再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蓝牙的配对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运动相机竟然可以就是跟我们的蓝牙配对，我可以去遥控它。这个你们可以想象这有多重要吗？我如果要对它做一些调整，它离我太远了，我就必须要把它缩回来，我才去做一些调整。那今天我如果有蓝牙的话，我其实可以用蓝牙去遥控它，我就直接讲 GoPro 停止录像，它就可以停了，就可以减少运动上的安全啦。因为有时候真的我要把它拉回来，其实这是件蛮危险的事情。忘了说，其实 GoPro 12还能用蓝牙耳机收音哦，是不是超棒的？好，那再来，我觉得买东西其实就是干嘛？我们就是看价格嘛，对不对？价格是最先的第一个要素啦，有没有？你够便宜就买了，有没有？那 GoPro Hero 12的价格就在这边，你看是我们的14900，那如果是套装组的话是22400哦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呢，就是我想说，会买吗？对我而言，说真的，我会。那我会买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第一个就是 HDR， 再来的话就是它那个蓝牙。第三个的话就是好，这是这 GoPro Hero 12小弟推荐的客群是什么？我觉得也不用我推荐啦，因为那个影片可以听看他怎么说。你卖的是他可能是5、6代、4、5代之前买过的，他现在需要一个升级，因为这个科技差了很多。但是去年买过的没有必要卖给他。嘿，反正我个人也是这样子感觉啦，因为GoPro 12它主要比较适合的客群其实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有 GoPro 10、GoPro 10以下的用户，我觉得或许你们不妨可以考虑看看哦。而且这次有非常多新增的功能哦，我觉得都可以推荐给你们参考看看。好啦，那以上大概是单车小弟这边的一个影片的分享。好，那就是希望你们早日找到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运动相机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啊，这真的太丢脸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好，我决定去别的地方跟你们分享，要不然他们都会在这边。我很好奇，我如果在这里补录一些东西，你们继续猜，你们会很尴尬吗？还好，我就继续在这里录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对，我不尴尬，别人不尴尬。好。